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一个最近很火的互联网概念，叫奥德赛时期。这也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老的概念了，是2007年由《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提出的。他认为年轻人成长在一个结构清晰的童年，但在毕业后却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旧的规范和规律正在消解，过去的人们会以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来定义成年，而现在这个成年期正在被推迟。因此，作者借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历经漂泊最后回家的典故，来表达这段从青春期过渡到成年期之间的漂泊和试错的时光。当然，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并不怎么流行，不过在中文互联网上，它却获得了极大的热度。在小红书、豆瓣和微信公众号上，相关帖子和文章已经有非常多，而且有几万、十几万的点赞和收藏，下面的评论也非常踊跃。可以说一段时间里，它就从一个冷门概念变成了一个被广泛传播的网络流行语。奥德赛时期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精神底色，许多在毕业后感到迷茫，或是处在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尚未定型阶段的年轻人，都在这个词里找到了一种宽慰，从而可以将自己漂泊和不确定的状态理解为一种带有英雄气质的航行。那么这期视频，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跟大家一起认真地审视一下这个概念背后的理论依据。我感兴趣的其实并不是这个词用的对不对，而是想讨论一下，当中文互联网借用了奥德赛时期，并且赋予它这样一整套内涵的时候，它为读者提供的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支持？以及，如果我们确实身处类似的迷茫阶段，到底应该怎样更好地度过它？那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我们先看一看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在中文互联网上具体有哪些内涵。我读了许多相关的帖子和文章，那这个词所蕴含的核心观点大概可以归纳为这样几条。首先是对外部时间表的拒绝。央视新闻公众号有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人生最好的成长都藏在奥德赛时期，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这个世界上从不存在适合每一个人的时刻表，在你自己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不会迟到。这段话表达得很清楚，他拒绝的是那种由社会、家长和权威所制定的统一的人生节点，比如几岁该结婚、买房、生孩子、升到什么职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速度，没有谁规定你必须在某一个年龄完成什么。第二是对不确定性的接纳。比如小红书上有一篇高赞的帖子里这样说，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一个答案，有些困惑本身就有它存在的意义，带着不确定性继续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也就是说，处在迷茫里，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本身就是有它的意义的，并不需要急着给所有问题找到答案。第三条是对无用之用的赞美。还是这篇帖子说到，发呆、漫步、读一本无用的书，进行一场漫无目的的交谈，这些看似浪费时间和资源的事情，恰恰是激发创造力、平衡内心的关键。那些看起来不出成果、不能写进简历、不能换算成绩效的事情，反而被认为是滋养内在世界的核心。这一点其实和这几年中文互联网上对内卷的反感是一致的。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认为奥德赛时期所必然出现的迷茫、焦虑、痛苦，都是一种通向最终成功和胜利的必经之路。比如这个帖子说，奥德赛时期不是人生的过渡期，而是人生的蓄力期，专注自己，不被外界扰乱，关注自己的感受，全身心投入让你满足的事，滋养内心的力量，找到内心的安定与丰盈。这个蓄力期听起来就要让人更有信心，它意味着一个人在这段时间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突破和进展，但其实在暗中积累力量，
并且迟早会爆发出来。因此，把上述内容总结起来，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在中文互联网上所代表的内涵大致是这样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之后，往往会经历一段精神上的漂泊，可能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跳来跳去，可能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搬来搬去，可能在亲密关系里反复进出，也可能就只是待在家里，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觉得真正的生活尚未开始，一直飘在空中，对生活没有认同感，对未来也充满迷茫和忧虑。面对这样一种状态，奥德赛时期这个词所提供的回应是：不要焦虑，不要羞耻，不要被外界的时间表和标准所催促，要相信你正在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积蓄能量，而最终你也会像奥德修斯一样回到家乡，结束漫长的漂泊，成为你自己人生的英雄。这么说来，奥德赛时期确实和 gap year 这个词有几分相似，都是暂时叫停既定的生活节奏，以及延缓做出人生和事业上的承诺。但奥德赛时期比 gap year 多了一层东西，就是它背后有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诗意感，借助荷马史诗的意象，给这一段人生的漂泊赋予了一种英雄的、带有命运感的浪漫色彩。那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这个概念的学理。不过首先，我认为用奥德赛时期来指代年轻人这种身份认同的迷茫有点不太合适。如果我们回到荷马史诗的原文，会发现奥德修斯这个人一点都不迷茫。奥德修斯是伊萨卡岛的国王，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40多岁的成年人，也是一个丈夫和父亲。他以过人的智谋设计了特洛伊木马，并且打赢了这场10年的围城战。战后他想返回家乡，但因为得罪了海神波塞冬，他经历了漫长的漂泊和战斗，克服了重重险阻和诱惑，10年后终于返回故土。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纠缠他妻子的人，夺回自己的家庭和王位。奥德修斯虽然经历了痛苦和危险，但他从来不是迷茫的。他的目标始终非常坚定和清晰，就是回家。他对自己是谁并不怀疑，他的困难主要在于克服外部的阻力，而中文互联网所说的奥德赛时期，则指的是内心的迷茫，是一种不知道要去哪里的状态。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可以把奥德修斯的回家做抽象的理解，回家是达到目标的一种隐喻。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年轻人渴望找到的那个尚未明确的理想自我，跟奥德修斯渴望回家是相通的。然而，当一个比喻抽象到了这个程度，它就丧失了比喻应有的作用，以至于任何在成功之前经历的黑暗时期都可以称之为奥德赛时期。比如唐僧在成功西天取经前也可以是奥德赛时期。然而，奥德修斯的目标就是回到那个具体的家，那里有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王位，而不是寻找一个没有内容的模糊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这个词变得越来越空洞和无所不包，于是网上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调侃。比如我看到这个网友评论说，你们就继续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吧，而我正处在滑铁卢时期、大萧条时期、安史之乱时期、敦刻尔克大撤退时期、孔乙己没文化时期、卖火柴的小女孩没卖出去时期。我觉得这段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同样用一大堆历史和文学典故来解构奥德赛时期的那种强行乐观。比如拿破仑经历了滑铁卢的失败后再也没有东山再起，孔乙己最后大概也是悲惨的死掉了，杜甫、林黛玉、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们的痛苦最终也没有通向一个英雄般的胜利。为什么一个人经历了漂泊、忧虑、迷茫，就一定会上岸而不是沉沦呢？奥德赛时期的这种安慰似乎并不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度过迷茫期，而这恰恰是我最想说的一部分，就是一段迷茫和漂泊究竟会通向什么，并不是由你给它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决定的，而是由你在这段时间里所做的事和状态所决定的。迷茫和迷茫之间，漂泊和漂泊之间是有非常精细的区别的。有些漂泊更接近奥德修斯，会指向某种成功，而有些漂泊则指向的是越来越深的停滞。区分这两种状态，
我们需要一个比奥德赛时期精确得多的概念工具，也就是心理学家 Erikson 和 Marsha 关于自我同一性的研究。自我同一性也是我们这个频道经常提到的概念。如果让我们来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什么是达成了自我同一性？我认为就是一个人形成了较为连贯、一致和清晰的自我意识。虽然奥德赛时期也强调一个人要接纳自己，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可是这非常的抽象，好像所谓自我就是一个不触及任何外部和客观标准的一种良好的主观感觉，只要我主观上觉得我接纳了我自己就可以了。这看起来很尊重人的多样性和主体性，但当你拒绝一切标准、参照系和客观性时，你的自我也会变得非常空虚。这其实并不能真正安抚一个人的迷茫和焦虑。我们的确需要去反思和解构外部权威预设的标准，比如什么年纪必须要结婚之类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标准，而是需要我们确立起自己的标准。这个过程某种程度上会更困难。一个真正的自我是需要接受现实检验的，你需要把你以为的自我带到真实的事情和人际关系中去，让它与现实发生碰撞和摩擦，最终留下来的那个能站得住的部分，才是你真正的自我同一性。一个完全停留在主观感觉里，不肯把自己暴露给外部检验的自我，的确在主观上可以一直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同一性，但它在结构上从来没有真正稳固过。因此，我们说自我同一性的实现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感觉，它需要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各方面，比如自己各个人际关系、原生家庭、成长经历，对教育、政治、性别、道德观念等等都有较好的整合感，背后都有一个自洽的开放性的思考，而这当然源于当事人主动的吸收和整合信息，积极的在现实中进行探索。而未达成自我同一性的人，则在生活的诸多方面是混乱的、未整合的、矛盾的、不自洽的。Marsha 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把自我同一性这个很抽象的概念，转化为了一种可操作的实证研究。他在研究个体的同一性状态时，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他请被访者谈论自己对职业、价值观、人际关系、宗教信仰、政治倾向、性别角色等问题的看法，然后根据被访者谈话的结构、深度和内在一致性来判断他处在哪种状态。他首先不是观察当事人的简历或外部成就，而是关注被采访者在被追问时能否对自己的承诺给出有结构、有深度、有内在一致性的说明。Marsha 重点考察两个可观察的维度，也就是探索 exploration 和承诺 commitment。 探索指的是一个人有没有主动的去探究自己人生当中那些关键的问题。我想做什么样的工作？我相信什么样的价值观？我对这个社会、对政治、对历史有什么样的判断？我想要什么样的亲密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虽然最终是以个体的思考为载体，但它不是仅仅在大脑里想一想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真的去尝试和经历，让自己接触那些可能的方向，投身到一个具体的事情之中。而承诺 commitment 指的是一个人有没有最终形成一些稳定的、实质性的承诺，比如一个明确的职业方向，一套自己认同的价值观。根据探索和承诺这两个维度的高低，自我同一性又可以形成4种状态，分别是达成、延缓、早闭和扩散。那么这4种自我同一性的状态分别意味着什么？它们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奥德赛时期之间又有着怎样有意思的关系？这些就留到下一期视频慢慢聊吧。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
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